茅台这次真是从神坛上跌下来了，跟当年房地产永远涨的神话破灭如出一辙。现在圈内的大商们已经不敢大量收茅台了，都在等着价格稳定就赶紧抛货。可问题是，跟前2年的房地产一样，这价格哪里能稳得住啊？就拿最近的情况来说吧，今天普茅直接掉了100多，谁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货啊？几万瓶的往外抛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即便价格一下子降了100多，除了电商零售还能出点货，大货却是无人问津。这不就跟前2年的房地产一模一样吗？我敢打赌，再跌个100-200，不知道得有多少大商倒下。到时候怕是要跟恒大、碧桂园一样，兵败如山倒啊！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开始了，大家可别再相信什么神话了，这一切都是泡沫。那么茅台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呢？有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喝茅台的人都抓进去了，送茅台的人都破产了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却道出了其中的3分道理。茅台经销商透露说，今年中秋茅台的销量比去年下滑了30%以上。除了咱们都知道的经济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原因：延迟退休。你们可能会问，延迟退休跟茅台销量有什么关系？别着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原来啊，茅台的主要消费群体，也就是那些领导们，现在更加注重身体保养了，能少喝就少喝，能不喝就不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体好了，就能在岗位上多干几年，这收益可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再说收礼吧，现在的领导们更倾向于收金条，而不是茅台。为什么？金条体积小，变现容易，全球认可，升值也更稳定。你说这茅台还有什么竞争力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了80年代的一个段子：80岁的召集70岁的开会，研究60岁的退休问题。现在可好，变成了喝茅台的召集吃榨菜的，研究餐饮浪费的问题。这世道还真是变了天了。再来看看茅台的股价表现吧，简直惨不忍睹啊！中秋节前，茅台股价连续2天暴跌近6%，创下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新低。就连美联储要降息的消息都救不了茅台，股价只是小幅反弹后又继续下跌。这可是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硬通货的茅台啊，号称能抗通胀、能理财、永远上涨的神话，现在看来是彻底破灭了。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更是让人心惊。2024年上半年，北京规模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同比暴跌了 88.8%， 利润率低得可怜，只有 0.37%。这些可都是中高端餐饮企业啊，他们的利润如此惨淡，说明高端消费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。茅台跟高端餐饮可是形影不离的，二者一起下跌，不过是印证了高端消费市场的萧条。这让我想起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惨状。当年日本人疯狂买名画、买豪宅，据说东京皇居的地价甚至超过了整个加州的价值。可泡沫一破，日经指数2年内就跌去了近 60%， 房价更是腰斩。现在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？看看茅台的价格吧。9月20日，2024年飞天茅台原箱批发价跌到了2470元瓶，较前一天又跌了20元。有酒商都不敢卖了，说是观望。还有人预测11过后可能跌到2000元瓶。这哪是什么硬通货，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啊！股市上，茅台的表现更是惨不忍睹。9月18日，茅台股价跌到1266.9元每股，创下近2年新低。今年以来，茅台股价已经累计暴跌超过 25%， 市值蒸发了4000多亿，跌出了 A 股前3甲。其他白酒股也好不到哪去，五粮液、山西汾酒、
都创出了阶段新低。有人说美联储降息了，这不是利好消息吗？可惜啊，这次连美联储都救不了茅台了。降息消息公布后 ，A 股确实普涨，但茅台却掉队了。二三线白酒股倒是涨得欢，可龙头茅台却在尾盘翻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白酒行业还没触底，至少茅台这样的一线白酒还没到底。以前大家盼着美联储降息能救茅台，现在看来不但救不了，反而扯下了茅台尴尬处境的遮羞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 A 股是个不毛之地啊。茅台虽然跌了，但市盈率还有近20倍，而其他白酒股最高也才11倍左右。这说明市场对茅台的业绩确定性还是给予了高溢价，但问题是，现在的经济环境能支撑这么高的溢价吗？回想一下，茅台为什么能成为硬通货？不就是因为过去20年里稳定的提价预期吗？从2003年到现在，茅台酒经历了9次涨价，从268元瓶涨到1169元瓶。买了不喝反而更值钱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理财产品吗？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在捂紧钱包，高端白酒消费停滞不前，而之前积累的社会库存和金融属性反噬，导致价格急剧下跌。黄毛起义、中秋节销售惨淡，都是一次次重击茅台的铁拳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茅台里面的资金不但没有在熊市里抱得更紧，反而有瓦解的迹象。Wind 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减持了茅台600多万股，跟2021年的高点相比，减持了足足3000万股。连肖楠、朱少醒这样的知名消费基金经理都在减持茅台，这还得了？所以在这个资金分歧、基本面迷茫、定价权重构的白酒板块，大家可别抱太大希望。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信仰可当不了饭吃。白酒也许真的过了那个从不套人的年纪了。那么茅台的未来会怎样呢？说实话，前景不容乐观。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高端消费市场可能会持续低迷。茅台作为高端白酒的代表，恐怕难以独善其身。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。曾经的股市茅台喝不起买股票的口号，现在听起来是多么讽刺啊！那些曾经靠囤积茅台赚得盆满钵满的人，现在可能正在为如何脱手发愁呢？茅台圈里最近流行起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新词“茅奴”，这指的是那些曾经靠炒茅台飞黄腾达，如今却被茅台反噬的人。昔日他们凭借茅台大手笔买豪宅、豪车，风光无限。谁曾想茅台一跌，这些人生赢家瞬间沦为茅条。有个圈内人士打趣道：“这茅奴比房奴还惨，起码房子还能遮风挡雨，茅台难道当水喝？”一位大型酒类连锁店的老板透露，今年行情惨淡，茅台销量比去年腰斩还多。往年中秋前后，茅台抢都抢不到，今年却门可罗雀。那些曾经一买就是几箱的大客户，现在连店门都不敢迈了。另一位资深茅台经销商道出了行业的辛酸，库存积压的吓人，仓库都快被茅台占满了。周转那是奢望，现在是能卖一瓶算一瓶。好几个老伙计已经在物色新行当了。有人自嘲，我们是新茅奴，被绑在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上，连救生衣都没有。市场分析师们闻到了危机的味道。一位券商首席分析师严肃指出，茅台不仅仅是一瓶酒，它是中国高端消费的风向标。它的持续低迷，恐怕预示着更广泛的消费降级趋势，这或许是整个中国消费市场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。